夫人，大小姐带大公子回府了。宋嬷嬷，是不是萧儿回府了？是。母亲，岁岁回府了，她还带着萧儿回来了。我知道，快去看看。萧，我的儿啊！娘，大哥背上皮开肉绽，那副结伤碰不得的。你大哥他到底伤到哪儿了？有人在海上投毒，大哥在毒海里泡得太久，毒瘴彻底侵入心脉，日后怕是再也不能运用内力动武了。不能动武算什么？前世你们沈家为了夺取皇城司兵权，将我的夫君谢玉锦残忍虐杀，只因你们的亲生女儿沈莲生来带着丑陋胎记，你们便仗着权势，强行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夺来。后来因愧疚寻回真千金，却将我死死蒙在鼓里，利用我的医术将她的容貌恢复后，便让她风风光光去当太子妃，转头却逼我穿上大红嫁衣去写家送死。沈家世子沈晨风甚至纵马踩碎我亲生二哥的双腿。你们沈家视我血脉亲为蝼蚁草叶。沈晨霄，这毒瘴蚀骨犹如凌迟般的剧痛，你就好好在这人间地狱里日日夜夜受着吧。岁岁，快请你师父救你大哥啊！祖母，对不起，师父早已离开商场。痛死我了！萧儿，岁岁，你大哥说好痛啊！妹妹，帮帮我，给我镇痛丸。大哥，你已经吃过一次镇痛丸了，现在再吃，你会没命的。我不怕没命，我现在就会痛死。妹妹，大哥求你了。求我？你从未将我当成过妹妹，求我又有什么用呢？这5年，你后院虽养着10几个同房，却只纳了一个长相平平、毫无背景的平民女子孟氏做良妻。金妙仪频频为你议亲，你百般推拒，至今21岁仍未娶正房。世人都以为你无心高门，可只有我清楚，你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内心深处对我那见不得光的龌龊心思。快，大哥痛得受不住了，快把他抬进屋里。沈夫人，大公子的伤主要在背部，这些伤口都被沈小姐处理得极好。而沈大公子体内的毒瘴虽有残毒于灵心脉，可沈小姐的解药却挽救了沈大公子的性命。那萧儿她外伤好治，难的是心脉残毒，绝非一日能清啊！岁岁，是你救了你大哥，你能彻底治好他的，对不对？哼，祖母放心，我会帮大哥找到清除残毒的解药的。你一定可以的，一定要帮你大哥解毒。你大哥最疼你了，他事事护着你，样样都给你最好的。你大哥他……老夫人，大公子有话想和您说。大小姐，今夜我会守着大公子，你先回院子休息吧。好，祖母、母亲，我先回去换身衣服。乖孙，祖母来了，上了药，你还疼不疼啊？祖母莫要担心孙儿，10晚的药很有效果，我现在不疼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把祖母单独留下来，是有什么话想和祖母说？我想娶沈婉为妻，望祖母成全。笑儿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娶你妹妹？她不是我妹妹，祖母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岁岁1周岁时，我亲耳偷听到父亲的谈话起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冒牌货。既然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起了这种心思？看着他一天一天长成那般绝色，赏过了这等牡丹，
得上幼稚俗粉？可他一定亲，那可是皇上下旨赐婚。赐婚而已，有很多理由可以废除。祖母，她若入宫嫁给太子，为了沈家前程，我绝不动念头。可谢家的人配得上她吗？谢玉锦她根本就不配。小儿，你太为难祖母了。我的身子如今离不开沈婉的药，我把她留在我身边，也是为了保住我这具残躯。如果祖母不同意，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。此事便烂在你我心底吧。好，不就是一个沈婉吗？沈家养育了他这么多年，给了他泼天的富贵，如今我让他留在你身边伺候你，也不算亏待他了。多谢祖母成全，有他在，孙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婉婉，你是我的，我绝不允许你嫁给谢玉锦，绝不！把院子里的下人都清理出去，你在院外守着，我有话想单独和大小姐说。是。祖母，岁岁到祖母身边来坐，祖母有几句话想同你说。好。她虽不是沈家血脉，但这等惊艳世人的容貌才华，配我的长孙，倒也绰绰有余。难怪小儿会一直对他念念不忘。岁岁，你觉得你大哥怎么样？大哥他博学多才，文质彬彬，待我这个妹妹自然是极好的。当然，二哥、三哥他们也都好，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。可是岁岁啊，这些宠爱原本都该是莲儿的，若不是因你亲生父母将你换到了沈家，你哪有今日的造化？不过你放心，你毕竟是祖母跟前长大的孩子，祖母实在舍不得再把你送回你那农户父母身边，去过那种下贱的苦日子。祖母是不是有别的话想跟岁岁说？不如直接说出来吧。是有关于大哥的吗？您想要我怎么报答沈家？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那祖母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大哥如今的心脉残毒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现在唯有你的药能让他续命。祖母有意留你在你大哥身边伺候他，照顾他，我会帮你换一个身份，让你名正言顺地留在你大哥的院子里。至于你同镇国公府的婚事，我会亲自去找皇后娘娘处理。你能明白祖母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怎会不明白呢？说的这般冠冕堂皇又不要脸，就差没把那句嫁给沈晨霄的话说出口了。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能随便决定我的人生？明白，那就好，萧儿一定会对你好的，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留在沈家，祖母也舍不得你。若我说我不愿呢？你不愿？你莫不是还惦记着太子殿下？你占着莲儿的嫡长女之位，心安理得地享受了15年世家贵女的荣华富贵。如今莲儿回府，我们沈家没把你扫地出门，已是天大的宽容。你如今竟还要抢莲儿的夫君，沈婉，你太令祖母失望了。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，他心里只有莲儿。你就莫要再痴心妄想了，老老实实留下来照顾萧儿，我们沈家绝不会亏待了你。祖母放心，我知道太子殿下不喜欢我，我更从未对太子殿下有过半点痴念，我绝不会和沈莲抢太子。那你为何不愿？你莫不是还想着嫁入镇国公府？沈婉，你若真打着这个算盘，那你恐怕要嫁给一个活死人了。罗太医说，那谢玉锦被送回来时中毒已深，全身发紫，如今全靠太医院的百年老参吊着最后一口残气。就算他能熬过今晚，太子也绝不会允许他完好无损地醒过来。太医院里全是我们和太子的人，只要在药里稍作小搅，分分钟就能让谢家嫡长子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以为能只手遮天，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谢玉锦此刻究竟是死是活。看来我今日若是不同意，祖母也绝不会放过我了。你既已知道，便该明白你没有退路。从今日起，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就老老实实伺候他，这是命令，
你不能反抗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沈婉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日后这沈府的掌家权，我便全交到你手里。谁稀罕你们沈家的掌家权？既然你执意要触我的眉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摔倒了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是怎么伺候老夫人的？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事儿，害老夫人磕得这么严重！都给我滚下去，每人领10杖！沈夫人，这是中风引起的骤然晕厥。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，头又碰巧死死磕在了硬物上，颅内恐有血块，才导致昏迷未醒。颅内血块，还有老夫人的右手脉象迟缓且毫无反应，下官怀疑老夫人右半边身子恐怕已经偏瘫了。不过这还要等病人醒来后才能最终确诊。大小姐呢？快去大小姐过来给老夫人看看！夫人，大小姐去大公子的院子了，大公子那边也离不开人啊。张子废了，老夫人也瘫了。宋嬷嬷，家里接二连三出这种要命的事，到底是招了什么邪祟？娘，太子派来的人根本没教他礼仪，我派去的人又进不了他的院子。这些日子他只顾着享受，什么都没学。如今这粗鄙之态，竟然连不遮掩了。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去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，要不要紧啊？夫人，让二小姐留下伺候吧，传出去也能帮朕太子妃博个孝顺的好名声。二小姐，既然您过来了，那便留在老夫人身边照顾吧。院子里有这么多下人，为何还要我照顾祖母？娘应该多请几个郎中在祖母身旁守着呀，或者叫大姐姐过来。大姐姐不是会医术吗？让大姐姐治好祖母就是了。我又不懂医术，我守着祖母，难道祖母就能好起来吗？夫人，二小姐，您是沈家的嫡女，老夫人是您的亲祖母，您守在老夫人身边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应当的吗？我够了！你进去看你祖母一眼，看过了就立刻回院子给我好好学规矩。我天还没亮就醒了，听到祖母摔伤，特意早早跑过来看祖母。没想到娘居然对我百般挑剔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来了。夫人，你消消气，二小姐她刚还不懂事，报应，这都是报应啊！我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，非要把这个冷血的白眼狼接回来？是太子殿下，夫人，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。老爷，太子殿下！大庭广众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丢尽了沈家脸面。莲儿，这是怎么了？谁敢欺负你？太子殿下，祖母她从马车上摔下来，摔伤了脑袋。莲儿天不亮就早早爬起来，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祖母床前。可是祖母至今未醒，莲儿心里好害怕，好难过。没想到殿下就犹如神明一般回府了。莲儿受苦了，你真是一片小心。沈婉人呢？听说这次是他救了程潇和谢玉姐，程潇伤的究竟如何？罗太医说背部炸得最厉害，但是穗穗帮程潇处理得极好，还用解药解了他体内的毒障。如今只是还有残毒余存在心脉，穗穗说他会努力找到解药的。
炸伤了也没关系，还可以再养回来。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，长子还是我们沈家的希望。况且一点残毒而已，总能解开的。那母亲又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人怎会从马车上摔下来？严嬷嬷说，母亲昨夜原是打算趁夜入宫去找皇后娘娘，这才出的意外。这么晚入宫找皇后有何急事？许是为了萧儿，母亲怕皇后娘娘担心，想去通报伤情。老爷，太子殿下，要不先进去看看老夫人？莲儿，你守了一夜也累了，先回院子歇息吧。多谢殿下体恤，那莲儿晚些再来看望祖母。既然还没醒，就让府医按时灌药守着吧。走吧，去连峰居。程潇的伤势才是关乎大局的正事。舅舅，姑与你日夜兼程赶回来，就是为了那个计划。谢玉锦虽然没死，但镇国公府现在防得跟铁桶一样，连太医院的药渣都要查验3遍，姑的人根本无从下手。殿下的意思是借沈婉的医术？不错，能靠近他懂药理的只有枕边人。姑要让沈婉尽快过门，用他的药无声无息害死谢玉锦。殿下此计甚妙。镇国公就算再防，也防不住明媒正娶的儿媳。沈婉就是这局死棋里最好的一把尖刀。大公子，喝药了。滚开！别挡着我！岁岁，你是我的。沈沉霄，你就慢慢在这残毒的折磨里一点点发烂发臭吧。大公子，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爹爹。沈婉，姑听说是你从木仙山去怀州府的路上找到你大哥和谢玉锦的。回太子殿下，确有此事。臣女听闻剿匪的士兵遭到水道重创，大哥三哥下落不明，臣女心急如焚，便借了一门的船去寻，碰巧看到海面上飘着上百具将士的尸骸，那都是为国捐躯的忠勇之士啊！臣女于心不忍，便命人悉数打捞，只是尸首实在太多，大哥和谢小公爷恰巧混在其中。后来臣女不敢在怀州府多逗留，便直接将人带回了上京城。这个坏我大计的蠢货！姑耗费国库巨资买来的南洋火炮，全是为了让谢玉锦死无葬身之地。他居然把人给捞了上来，怎么不干脆让他沉在海里喂鱼？你好得很！岁岁，你随我进屋，我和太子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程潇，你怎么伤得这般重？爹，胡一威为什么会冲着我的主船开炮？我明明发了飞鹰密令更改航线，想将计就计引出水贼啊！果然如此，你以为我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？你没收到？这不可能！我是通过最高机密渠道传的信，除了您，只有王管事能接应。他人在哪儿？王管事，小儿，你一直在外，还不知道府里出的意外。就在你出海前，莲儿身边的贱婢生事，晃为王管事黑灯瞎火地冲撞了你妹妹。太子殿下爱重莲儿，为了替你妹妹做主，殿下已经亲自下令将王管事乱奔打死。他死了，所以那晚我的绝密军机刚送到上京，就被人截胡了。那人故意扣下不发，利用我们父子之间的信息差，眼睁睁看着我走进自家的炮火里去送死啊！好一招借刀杀人，好一个连环毒计！那根本不是什么贱婢生事，是有人故意做局，利用莲儿的单纯来激怒姑，借姑的手提前拔掉了你们沈家的联络暗桩。你们沈府有内奸。她是沈家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丧，怎么可能设下这种毒计去炸死自己的亲哥哥？绝不可能是他。将你沈府内宅这颗毒瘤连根拔起，你们沈家还不知要遭多少殃！
太子殿下放心，微臣定会彻查内宅。岁岁，你既救了谢家长子，可知他真实情况？回爹爹，谢小公业吸入的毒瘴远超大哥，臣女的解药用在他身上，只能吊住他最后一口气，接下来的日子全靠汤药续命。臣女已经派人将药方送去谢府了。太医院的人下不了手，但沈婉这蠢货既然能配药，只要她嫁过去，谢玉锦必死无疑。岁岁，皇上已经下旨赐婚，爹打算让你尽早嫁入镇国公府。爹，你说什么？爹，绝对不行！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岁岁嫁过去。谢玉锦能不能活都是未知数。岁岁这样嫁过去和守寡有什么区别？闭嘴！此事已定，你好好养伤，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，爹自然会替你报仇。沈婉，姑一会儿回宫，就让母后传钦天剑，帮你和谢玉期选个良辰吉日成亲。原来他这么抗拒，是心里还惦记着姑的太子妃之位，让她早点嫁进镇国公府去守寡也好，正好彻底断了他对姑的非分之想。姑走了。孟氏，好好伺候大公子喝药。岁岁，别走，去帮我叫祖母来，我要见祖母。大哥，祖母怕是来不了了。祖母怎么了？祖母昨日被马车准备入宫时，从马车上摔下来，摔伤了头，如今同你一样，正躺在床上，至今昏迷未醒呢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大小姐，夫人头疾犯了，让您赶紧过去看看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孟姨娘，好好照顾大哥。岁岁，别走，回来！大公子，喝口水吧。滚出去！大公子，你别这样，家主最是在意您的身子，若是让家主知道，只有大小姐的医术才能帮您缓解这脚心的剧痛，家主为了您的命，绝不会轻易把大小姐嫁出去的。好痛，我的心口好痛啊！快，大公子毒发了，快去把大小姐找回来，顺便去通报家主，快去啊！大小姐，靖王殿下带了好多皇城司的人，把沈家围了起来。臣女参见靖王殿下。沈婉妹妹，好久不见，免礼吧。谢靖王殿下。连刘家的核心暗卫都大摇大摆地站在这里，看来刘家的人已经帮靖王彻底拿下了皇城司的势力。靖王殿下带着皇城司来沈家，应该不是同臣女叙旧的吧？妹妹如此聪明，该知道本王为何而来。进。大公子，我们家大公子身受重伤，你们皇城司把他抓走，他会没命的。快来人，快叫家主！大小姐，快救救大公子！大公子刚才心急发作，他疼得厉害，他一直喊大小姐。孟姨娘，这是皇城司在抓人，只要大哥无罪，皇城司也不能拿大哥怎么样。至于大哥的心急症，我配了药丸放在他床头，你没有拿出来给他吃吗？妾身忘了，大小姐，妾身求你和靖王殿下求求情，叫靖王殿下放大公子先养伤，养好了再进皇城司。无知妇人，你当皇城司是过家家，想什么时候进去，由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做主？大小姐，大公子这样进去，他会死的。我知道了，靖王抓他不过是为了拿捏沈正一，逼他认下我放出去的圣岛消息。沈正一若保儿子，就得乖乖跳进靖王的局；若舍弃儿子，便等于替我拔了沈晨霄这根刺。你先起来。
沈大小姐，等你爹回返后，你告诉他，让他来皇城寺喝茶。本王带着沈大公子在牢房等他。大姐姐，你刚才叫那个男子什么？他是晋王殿下贵妃娘娘的儿子，刘太后的刘家也是晋王的母族。太后刘氏，那这么说，连咱们的皇后姑母凡事也要听太后娘娘的。当今皇上正是太后所出。罢了，我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孟一阳，立刻叫管事去马棚牵一匹快马给我，我这就抄近道去皇宫等父亲。你跟晋王殿下很熟吗？我方才可是听到了，他是不是唤你一声妹妹？对，我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，太子、晋王都曾是我儿时的玩伴。青梅竹马又怎样？太子殿下现在还不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？若是我借机再把晋王爷拿下……大姐姐，你是不是要找爹爹？是不是要去皇城寺喝茶？我陪你一块去找爹爹吧。孟氏，你去安排辆舒服点的马车，我要同大姐姐一块入宫找爹爹。二小姐，大小姐是要立刻入宫救大公子的命啊！大公子在朝雨里等不得啊！求你让大小姐骑马去吧。可我不会骑马呀！你这贱妾是不是故意在为难我？快去备马车！要是耽搁了本小姐见，耽搁时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大小姐，你快劝劝二小姐吧，大公子他在里面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你不把我放眼里，还敢磨蹭不备马车，你想拖延时间害死我大哥？妾身这就去安排马车。哼，低贱的妾室就是欠收拾，连本小姐都不放在眼里。外面怎么乱哄哄的？他们在喊什么？奴婢这就出去看看。夫人，夫人，外面有一群乱民，把咱们沈家大门堵死了，疯狂朝里面泼粪。二小姐刚好要出门，被泼了结结实实一身的粪水。沈莲，他这个时候出府做什么？回夫人，大公子被晋王带着皇城司的人抓走了。大小姐本打算骑马入宫求救，二小姐非要闹着备马车一块儿去，这才正好撞上了外面的乱民。沈莲，你这个祸害！夫人，别过来，滚开！二小姐，你别再跑了，求你停下吧！快去把前面的院门堵住。你们几个去厨房抬几桶热水来，给二小姐好好洗洗干净。别管我，打死这些贱民，打死他们！二小姐，是我们，您别乱动了，快洗洗吧。大小姐，打探清楚了，大门外闹事泼粪的，全都是跟随太子和家主去怀州府剿匪却死在战场的御林军家属。现在外面都在骂家主杀死了御林军，还有人说圣岛上根本就没有水道，是家主为了骗去统皇室的吴侯故技一圈，故意设局，事后为了莫烧岛杀了所有士兵。现在死者家属激愤异常，咱们沈府所有的出入口全被死死包围了。利用死者家属闹事，把圣岛的秘密当众撕开，逼得皇帝不得不彻查。晋王这招借力打力玩得漂亮。花荣，你立刻去找沈家的暗卫，让他们想办法从狗洞出去，给我爹传一封加急信，告诉他晋王殿下把我大哥带去皇城司了。知道了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！沈婉，你太过分了！竟然纵容这些奴才如此折辱莲儿，你简直……
别过来，别碰姑，快把二小姐带回院子洗干净，快拉走！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沈莲身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回殿下，大哥被靖王抓走，二妹妹心急如焚，非要出府。谁知刚出大门，就被外面闹事的百姓泼了好几桶夜香残羹。二妹妹惊慌失措，满院子跑。这地上的东西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。水，给姑打水！沈婉，快去给姑打水！殿下，这是臣女亲手调制的安神香。快给姑熏熏。太子殿下，靖王殿下强行带走了大哥。臣女听到外面的闹事者都在传，说爹爹为了探没军火，在圣岛害死了几千御林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爹他会不会出事？姑知道，靖王想借机诬陷沈家。母后知道沈家被人围困，特意让姑出宫处理此事。你爹也不会有事的。御林军就是剿匪战死的，靖王他根本不能把你爹爹怎么样，你放心吧。太子如此有恃无恐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沈正一这只老狐狸，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太子殿下，救救丞相吧，他被靖王带走了。娘亲，您放心吧，太子殿下方才已同女儿说过了，爹爹和大哥都不会有事的。沈夫人放心，母后特命姑来处理此事。哼，外头那些刁民不过是想要点陪葬费，姑已派人安抚，你们把心放肚子里。多谢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二小姐留步，殿下还有政务要处理，不便靠得太近。既然这样，那臣女先告退。姑刚才怎能那般嫌弃莲儿？这府里除了姑，根本没人会心疼她了。莲儿，等等姑！太子和你妹妹怎么回事？太子方才为何躲她如蛇蝎？妹妹刚出府门就被泼了满身的夜香和石残，殿下刚好出现在院子，妹妹一时激动，就带着一身的秽物直接扑进了殿下的怀里。这个蠢货，他还要连累沈家到什么地步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做太子妃，迟早害死整个沈家。岁岁，太子殿下没有那么快离开沈家，你要把握好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娘亲的意思是，想尽一切办法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只要你成了太子的人，太子就只能迎娶你为太子妃。至于镇国公府那个快要死的谢玉墨，娘自会善后，让你那个不争气的妹妹代替你去守寡。一切全凭娘亲做主。主子，按您的吩咐，那批署名玉公子的文章已经散入文人学子手中。如今上京城的文人全在暗指沈正一贪墨军火，屠杀御林军，外头闹事的老百姓已经被彻底煽动。皇上正连召集大臣议事。沈府现在什么情况？沈家大门紧闭，今日清晨沈家二小姐出门被泼了一身粪水，大小姐躲得快，安然无恙。沈家如今成了众矢之的，若是沈正一挺不过去，他必定受牵连。太医还在外面守着。是。你过来替我挡着，我要去沈府。主子，太冒险了，外面全是眼线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必须去见他。大小姐，夫人说太子殿下正在西河堂看望老夫人，让您立刻过去伺候。这香是夫人特意吩咐奴婢带来的。为了保住沈家，金妙仪竟然给我这种夏季的催情香去爬太子的床。金宇，你今年17了吧？是。之前母亲并没有打算让你外嫁，想把你留给大公子做通房，将来生下一儿半女，再抬你为妾室。这在府里本该是你极好的一条出路。只可惜啊，天有不测风云。
王管事是你的父亲，纵使没要功劳，也有苦劳。可二小姐一回府，便随意打杀了他，毁了你们王家，断了你的好前程，连我看了都内心愤愤不平。金羽，你就不想为你父亲报仇？奴婢从未动过这个念头。你畏畏缩缩，那就只能看着你父亲枉死在二小姐的手里，怒其不争，枉为子女。可怜王管事在沈府兢兢业业一辈子，也没在沈家落得一个好下场。先前夫人允诺过奴婢，等大公子从怀州府回来，就让大公子收了奴婢。后来奴婢的父亲被乱棍打死，夫人她就同意了孙婆子的求亲，准备把奴婢嫁给孙婆子的傻儿子。大小姐，求大小姐指点一二，奴婢该怎么做？我见犹怜，花容月貌，嫁给一个傻子，可惜了。这不就是你的机会吗？可是太子殿下连大小姐都不要，奴婢又怎么……你错了，他只是不肯让我当太子妃，并不代表他娶了太子妃便不再要别的女子。你若想活命，仅仅是躺在太子身边是不成的。你要对太子说。奴婢明白了，多谢大小姐赐教。是我，谢玉姐。去那边墙角查仔细点。刚才那个丫鬟，我都听见了。沈家内院守卫森严，你怎么找到我的院子的？我挨个院子扒瓦片找的，第一个就扒到了沈莲的醉莲君，他刚好在撕脸上的药膜。我终于明白沈家当年为何要偷换千金了。若是太子发现，必定会吞，到时候沈家一定会逼你顶替他当太子妃。阿宁，我想娶你，你早点嫁给我，成吗？成。那我立刻回去准备聘礼。阿景，你现在是个重度昏迷的商人，要准备也不是你来准备，你得继续躺着。我都躺着了，怎么娶媳妇儿？别急，沈正一和太子如今可是迫切地盼着我早日嫁入镇国公府，所以咱们的婚事他们会比你还急。他们想利用你来害我，原来是打的这个算盘。那我现在只需要等着。不行，你想要娶我，还得铲除一些阻碍，要不然你我的婚事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。你是说你母亲？她确实有些难缠，手段也不太光明。她不是我母亲，而且金妙仪并不是我们的阻碍，真正的阻碍是沈承霄。沈承霄他不同意你我的婚事。你可知沈老夫人从马车上摔下去的事情？知道，跟你有关。是啊，昨夜他叫我去西河塘，想给我换个身份，做沈承霄的妻。沈承霄他一直觊觎我。这一家真是龌龊，竟要湮宁一个鲜活的生命去做那废物的妻。况且沈启霄可是他名义上的大哥，他们太过分了。老夫人吃过夜宵，本打算入宫找皇后解除你我二人的婚事，不过我在她的食物里加了一点料，让她救急发作，避免了这一遭麻烦。我虽然卸掉了皇承嗣职位，但里面还有我的人。你想怎么解决沈承霄？我让人直接在里面动手。我不要他死在里面。这包药粉你叫人混在水里，让他喝下去，他身体的疼痛会加倍，也会大伤元气，没有1-2个月怕是醒不过来。等他醒来，你我的婚事早已成定局。懂了。想让他生不如死，这个我最擅长。你等我，等我来娶你。太医也下了最后诊断，阿锦的身子，这2日若是醒不过来，日后恐怕就再也醒不了了。夫君说的没错，我们明日就应该入宫求旨退亲，绝不能耽误了沈家姑娘。只是可惜了那姑娘，
我瞧着阿锦接到赐婚圣旨时，也是满眼欢喜啊。怪咱们儿子没那福气。退了吧，你莫要再纠结此事。谁在那里？夫君，外面有人。主子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该吃药了？我又没病，吃什么药？叶宁怎么没告诉我？我娶妻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沈家，而是我亲爹娘啊！混进水里，让沈承霄喝下去。是。回来！主子还有何吩咐？有没有喜欢的姑娘？遇到阻碍怎么解决？主子，入隐卫要断情绝爱，属下不懂喜欢，但属下知道，您今夜是去见沈大小姐了。您若是真怕夜长梦多，不如趁着国公爷明日要入宫，让国公爷去求皇上，提前安排您和沈大小姐完婚，借此契机用喜事冲去眉头。您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借新婚之名苏醒，俗称冲喜。好主意！不愧是本世子的人。过来。国公爷，您趁热吃口包子垫垫肚子吧。昨夜为了世子爷的病情，您和夫人一夜未眠。等会儿还要进宫面圣，去求皇上退了这门亲事，您可千万得撑住精神啊！哎呦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隔壁村那个当兵的黄大谷的儿子重伤昏迷了3年啊！3年啊！上个月他们家给他买了个媳妇儿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了？成亲当晚，冲喜的媳妇儿一进门，黄大狗他儿子当场就睁眼醒了，现在活蹦乱跳的，可神奇了！这事儿传遍了10里8乡啊！别买了！国公爷，怎么了？你拿着我的腰牌去宫门口跟禁军说，我今日身子不适，向皇上休个病假，批教回府。夫君，你不是入宫去求旨退亲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不舒服，就是刚才路过包子铺，多吃了几个肉包子，闹肚子了。你们全都下去，把门关上。夫人，退亲先缓一缓，咱们早日把沈家大小姐娶进门吧。这岂不是趁人之危？夫君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改主意？夫人，你听过冲喜吗？这怎么行？冲喜对女子何其不公！神父娇养的姑娘怎么会愿意嫁过来守活寡？今早街头都在传，有个昏迷3年的老兵买了个媳妇冲喜，成亲当晚就睁眼了。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在家等着，我亲自去核实。若是真的，我立马入宫求赐婚。冲喜就是拿活人挡灾，若是没成，岂不毁了姑娘一生，造了天大的孽？夫人，去普华寺祈福的马车备好了，还去吗？去，现在就走，去求个姻缘签，佛祖点头，我才敢信这冲喜的法子。真行了，这老三的媳妇儿居然还懂医术。上签好啊，普华寺的签最灵验了。况且我去看了，那黄家的老兵果真醒了，这绝对是老天爷给咱们阿锦的暗示。我这就入宫去向皇上求早日成亲。等等，夫君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沈大小姐嫁过来后，阿锦并没有苏醒，甚至身子更加糟糕，没挺过去，那我们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的一生？若阿锦真有不测，那我们就把谢父所有的家产全都补偿给他。若沈家嫌弃他，不肯接他回去，咱们谢父就养他一辈子。我谢父就是他的娘家，老夫亲自为他撑腰，绝不让别人叫他受半分委屈。好，也许咱们阿锦的命没那么糟糕。夫君，你入宫吧，我现在就回府，为沈大小姐准备最丰厚的聘礼。好你个鲸鱼！夫人明明答应
应把你配给我儿子，你竟敢跑来佛院偷人！你们就是毫无招比！放肆！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来人啊，捉奸呐！住手！你打的是太子殿下！你这贱丫头也妄想爬太子的床！你配！太子殿下，奴婢瞎了狗眼，不知道是您。殿下恕罪，奴才救驾来迟。胆敢以下犯上，把这贱妇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去琳琅阁，把沈婉给姑押过来。大小姐，太子殿下传您速去西河堂回话。西河堂那边闹出什么动静了？回大小姐，京宇和太子殿下在老夫人的佛院里。今早孙婆子进去打扫，正撞见两人躺在地上，孙婆子当场揍了太子。孙婆子今天可是奴婢特意指派过去的。干得不错，替我梳得端庄些。好戏开场了，可别让咱们太子殿下久等了。岁岁，你怎么从琳琅阁出来？你昨夜……娘亲，我昨夜一直在琳琅阁睡觉呀。怎么了？那京宇呢？他没有过来找你？夫人，京宇昨夜就没回南仙阁。娘亲，京宇昨晚也没来我这儿呀。好得很，走，去西河堂。沈夫人，这个罪奴胆敢以下犯上，殴打储君，太子殿下已下令当场乱棍打死。哼，夫人，大小姐，请吧，太子殿下在里面等着二位呢。沈婉，你真的令姑太恶心了。太子殿下，不知您为何要这般羞辱岁岁？沈夫人，姑都知道你昨夜的龌龊安排了，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。京宇，你在太子殿下面前说了什么，让太子殿下如此误解大小姐？夫人，站起来。夫人，对不起。好你个贱婢，竟敢背主爬床！你……她现在是姑的女人，沈夫人，你动她一下试试。太子殿下，昨夜之事全是臣妇自作主张，与岁岁无关啊！您与岁岁自幼青梅竹马，为何现在就不愿看她一眼？她是我们沈家千娇万宠的掌上明珠啊！掌上明珠？那莲儿呢？你们把莲儿丢在庄子上养病，可有关心过她死活？姑当着外祖母的面说得清清楚楚，姑只要莲儿这个太子妃。你是不是以为有母后撑腰，姑就不敢动你们？你这么喜欢攀龙附凤，姑偏不如你的愿。你是李仙一的徒弟，自诩医术超绝。镇国公府谢小公爷重伤昏迷，姑命你即日起以医女的身份入镇国公府医治。他若不行，你这辈子休想踏出镇国公府一步。太子殿下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你倒是说个理由来听听，否则姑今日定连你也一块重罚。世家皆知，殿下与我沈家嫡长女自幼订婚，所有人都认定沈婉才是未来的太子妃。臣妇把最完美的贵女送到你面前，您却选了沈莲。沈莲她一直在庄子养病，从未学过宫规礼仪，臣妇是怕呀，怕她在皇上太后面前失仪，担不起太子妃的福泽呀。沈夫人不必担忧了，皇祖母已经看过了莲儿的画像，她十分满意。皇祖母说，沈夫人当年闺中时才貌双全，惊才绝艳，而莲儿颇有沈夫人当年的容貌风采。沈夫人质疑莲儿，岂不是在质疑你自己？拿那愚蠢粗鄙的丑八怪跟我比，我当年风头不输岁岁，可是满燕京少男的梦中人。当年就连沈正一也是对我见色起意，不惜动用军功强行截胡了我原本的姻缘，才将我娶到手。我这般的倾城巨色，
太后竟然拿沈莲那种地上的污泥来跟我这朵娇花相提并论。太子殿下，不必再说了。你与其在这里担忧莲儿，不如回去好好教她规矩，而不是趁着舅舅和程潇下狱的时候，还在后宅里百般算计。太子殿下，晋王带了很多皇城司的士兵与外面的闹事者交谈，沈大公子也被带回沈府了。萧儿回来了，那老爷呢？老爷回府了吗？回夫人没看到沈大人。晋王，沈夫人，你身边这个丫鬟就留给莲儿吧，等莲儿入宫，让她做陪嫁丫鬟。昨夜的丑事，姑绝不希望让莲儿知道半分。奴婢谢殿下恩典。娘，算了，你莫要再为了女儿惹得太子殿下不高兴。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这么去镇国公府，你是我沈家的天之娇女啊！天之娇女，你哪里是舍不得我？分明是因为你那个亲生女儿沈莲如今太过粗鄙，你实在带不出手罢了。都是你！你到底跟太子殿下说了什么，让他这般误会大小姐？回去先点燃这香，等香燃到差不多时，你就跪在太子脚边，把静妙仪今晚要算计他的计划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。只有这样他才会信你。接着你再趁机向他表露心迹，告诉他你默默仰慕了他10年，高高在上的储君在药效的催动和这种不求回报的痴心面前，又岂能不感动？夫人，奴婢对不起您。你这贱人坏我好事！娘亲，大哥还在外面等着我们，何必为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婢子动气呢？你就留在二小姐身边好好伺候，旁的心思你也别想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母亲还在沈府当差呢。夫人，你怎么忘了？我娘早就被你一句话罚了20章，没能挨过去，已经死了呀！岁岁，娘定会替你打算。等会儿你看着大哥，娘这就入宫去求。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，二小姐她又跑出去了。二小姐又怎么了？府里都在传晋王殿下奉旨来处理外面的乱民。二小姐一听到晋王，整个人激动的不行，非说自己认识一定要出去见一见。奴婢根本劝不住，也不敢来，她已经冲出内院了。沈莲怎么会认识晋王？这蠢货想干什么？太子殿下还在府里，叫他撞见可如何是好？快去拦下二小姐！太子殿下，那不是沈二小姐吗？莲儿，莲儿，太子殿下，您怎么还在府里？殿下，您的脸……二小姐，太子殿下脸上的伤是阴坛外面那群乱民时所伤到的。天哪，那群刁民竟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。莲儿，姑没事，你怎么出内院了？是不是听说你大哥被带回来了？很担心他。沈丞相回来了，我怎么完全没听说？不管了，先应下再说。是，莲儿十分担心大哥的安危，因为大哥的事，莲儿一夜都没睡好。二小姐，您昨晚明明睡得跟猪一样，那打呼噜的声音比雷还响。莲儿放心，姑有人在皇城司，晋王不敢对你大哥动刑。外面那些闹事者实在太猖獗，你莫要出去了，以免再被误伤。姑今日定还沈府一片清宁。多谢殿下，莲儿不怕，因为莲儿有殿下保护着。本王定不会让丧生在怀州府的御林军将士白白枉死，由本王亲自监察此案，望诸位遇难掐属，给本王一些时间。是他，那个在1年前在市井中斥退顽固，将我从地上扶起来，还送了我一串铜板的谪仙公子。他竟然就是晋王！晋王殿下都出面帮沈府处理这些人，沈家的人更加不应该当一个缩头乌龟。我要让他看到我的大格局。莲儿，
的没错，晋王殿下方才的一番话，也是我们沈家的决心。你是谁？有人说是沈府的人害死了御林军，你们必须给个交代。没错，给个交代。我是沈家第二小姐，未来的太子妃，今日出面正是代表沈府。你们的请愿，我和晋王殿下及沈家众人都看到了。晋王绝不许有人滥杀将士。是以，我父亲现在还在皇城司接受审查。若我父亲真的有罪，沈家必定大义灭亲，绝不姑息。大义灭亲！晋王殿下看我了，他一定是被我这种深明大义、勇敢善良的奇女子给深深折服了。当然，若怀州府剿匪一案与我父亲无关，我们也绝不会对诸位坐视不管。我父亲身为此次剿匪行动的领袖，令众多将士牺牲，身为统帅，也理应有一半的职责。快把你妹妹拉回来，让她闭嘴！是以，我沈家愿意开库房，拿出1万两金，补偿在场每一位死者的家属。这些补偿是沈家单独拿出来，给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失费，后续还会有死者的抚育金，我沈家也会负责到底。1万两黄金，1两金等于10两银，沈正义1年的死俸禄也不过区500两。沈家若是真拿得出这笔钱，便是坐实了贪墨军粮的死罪；若是拿不出，便是失信于天下，要被这群暴民活生生撕了。这蠢货是要拉着整个沈家满门抄斩啊！这二小姐，少说也有1、2千号人，您打算每人补偿多少文钱？去开库房，什么几文钱？在场每位家属1人1两金，就在大门前搭棚子，让他们排队领。夫人晕厥了！晕？好戏才刚刚开场，母亲怎么能晕呢？你得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着你的宝贝女儿是怎么孝敬你的呀！多谢二小姐，多谢沈府。莲儿，你做得很好，快随娘亲回府吧。原来你就是沈家的二小姐。臣女正是沈府嫡次女。靖王，沈莲是孤的未婚妻，离她远点，滚！太子殿下，微臣奉旨行事，查完自会走。不过，剿匪一案还要劳烦太子随臣去趟皇城司，录几份口供。姑知道了。莲儿真是太善良了，明明她才是受害者，却能以德报怨，宽恕这群刁民。这才是母仪天下的胸怀。而沈婉满眼算计，只会玩弄后宅争锋吃醋阴谋手段，简直恶心至极。她根本不配做姑的太子妃。莲儿，外面的事交给管事，你先回府。对，太子殿下说的对。随娘回府。晋王殿下，今日之事有劳了。沈莲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些什么？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银子补偿外面那些人？你当沈家开钱庄的吗？娘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这也是在做好事，更何况他们还看在我的面子把大哥放了，要不然大哥早就死在门外了。你，夫人保重身子啊！你爹1年的俸禄也就500两，500两还要供一府的人开支，你一口气就要给外边的人每人发1两金，你算没算过1两金是多少两银？1两金就是10两银。外边少说都有2000余人，那可是几万两的银子。你就是把我们的沈家宅子抵出去卖掉，也拿不出那些银子补偿外边的人。假若是拿得出来，明日督察院就会按你爹一个贪腐的罪名，到时沈府所有资产都要被朝廷控制，你爹还在狱中，就会多加一条罪名。你闯祸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若是发现爹爹贪腐，我们沈家会怎么样？
依我朝律法，按贪腐的金额来定罪。若查出神府超数万两金官银，抄家流放，贪污数额再往10倍翻一番，便要斩首示众；若是数额再大一些，便要株连9族。那我刚才是不是说多了补偿的银子？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知道沈家拿不出来。府里的人都说三哥哥很会赚钱，他出海每次都能带回很多好东西，上京城贵圈的人都要来三哥这里买东西。我以为三哥哥他有。快闭嘴吧！娘，我知道错了，可刚才话都出去了，若是不发，我不成了骗子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，快带二小姐回醉莲院。安管事，你去开库房和粮仓，给外面的人每人发10文钱，5斤精米，跟他们说些好话。若是有人听到二小姐刚才说的话，你便说他们听错了。二小姐说的是每人发10文钱，还给5斤精米。后续沈家也会慰问烈士，朝廷也很重视此次的事情，一定要好好安抚民心，别让他们再闹了，绝对不能再让事情发酵下去了。对沈家，对老爷现在的处境都很不利，丢官职事小，若丢了命，可就事大了。夫人，大小姐，快去看看大公子，太医束手无策了。大公子现在什么情况？昏迷着，可一直惨叫喊疼，背全化脓了，汤药喂不进。穗穗，快去看看你大哥，你大哥昨夜在牢里，定是吃了大苦头了。苦头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前世阿锦身受重伤，日日承受钻心入骨之痛，沈承霄如今承受的痛苦，都是沈家自作的孽。太医，我儿他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大公子伤口化脓，一直昏迷，哪怕睡着也十分痛苦。大公子，你快醒过来呀！你在做噩梦，大小姐没有死，她真的没有死啊！他在做关于我的梦。大小姐，大公子一直喊您名字，他做梦都在想您。闭嘴！遇事只知道嚎丧啼哭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再敢在这里惊扰大公子，就给我滚出去！大小姐，大公子他其实根本离不开。大小姐他竟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大公子对他存着那种见不得光的心思。穗穗，快去看看你大哥，先让他醒过来，他在做噩梦。是，母亲。大小姐当真是神乎其技呀！大公子睡安稳了。睡安稳？我不过是封了他的痛诀大穴，让他彻底陷入重度昏迷罢了。夫人，镇国公亲自递了拜帖来，说想与您谈一谈大小姐与谢小公爷的亲事。他怎么亲自来找我？也好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退掉这门亲事。沈莲那个蠢货，迟早要把沈家拉下地狱。只要穗穗一直是未嫁之身，将来太子回心转意时，我沈家便还有翻盘的筹码。穗穗，你留在凌风军看着你大哥，我出去见下客。母亲慢走。沈大小姐，大公子体内的残毒加重了，您看是不是在用您之前的解毒药方？罗太医，你那个庸医儿子前世砍了我二哥哥的双腿，你这颗项上人头先且留着，拿罗家开刀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那就按我的方子，原来的剂量多加一味紫花地丁。沈大小姐不愧是李仙医一眼相中的医学天才，若太医院能有您这样的医女，下官又何愁那些疑难杂症呢？罗太医过奖了，能进太医院的个个都是熬了数十年的真材实料，我一介晚辈怎敢拿师傅的威名傲立太医院？我倒是听说罗太医不到40便能直接越过诸位前辈，一跃执掌太医院，可见罗太医才是太医院真正的天才。下官再如何也是远不及李仙医的，若有幸能请李仙医到太医院商讨病状，那才是我朝之福，皇上定会十分高兴。请我师父入宫，前世我师父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，这辈子
你休想再把我师父骗进那座坟墓，更别想再毒害阿锦。若有机会，自会同师父说起。既然如此，那下官就静候佳音了。今日神府遭逢变故，事务繁多，下官等就不在这儿添乱了。大小姐留步，我们走吧。大小姐，那天晚上老夫人出事前，是不是跟您提过大公子的事情？你说的是哪件事情？大公子他喜欢大小姐。孟氏，你可以为了讨好我大哥去做任何事情，但你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，伙同老夫人算计我的姻缘和我的人生，只要我让你死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妾身错了，求大小姐饶命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我大哥已经躺在那儿了，你换个角度想，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，他身边只有你一个妾室，你好好把握，将来做我大嫂好好伺候他，不比什么都强吗？可是大公子以后，他的身子好不了了，毒中心脉，耻骨之痛将伴随他到死。那大小姐为何要骗夫人，骗大公子？不叫骗，这叫希望。人总要有点希望，才能熬过那一次次钻心之痛。孟氏，你当初那个情郎是被我大哥派人吊死在房梁上的吧？我若是我大哥，将来娶了正门主母，定会第一时间赐你一条白绫。没有哪个正房娘子能容忍一个生了6个儿女的妾室在眼皮子底下。一旦他娶妻，我必死无疑。我不想死，绝不能死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他依然风姿不减。今日他避开众人独自见我，定然是心里还放不下当年那段情。谢郎，沈夫人，谢郎，坐吧。沈夫人，还是换我镇国公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在怪我？对不起，当年你我2人的婚约，我今日来是来谈我儿与贵府千金的亲事，眼下谢家也无旁的法子。一开口就提当年，他心里分明还怨着我，爱着我。听说谢小公爷至今昏迷未醒，此次前来可是为了退亲一事。你是想由我们沈家开口向皇上解除2个孩子的婚约？我不是为退亲一事，我是想告诉沈夫人，我们谢家打算让沈大小姐早日过门。什么？是谁的主意？谢夫人希望我的女儿早日嫁给你那醒不过来的儿子。你们谢家是想借着办喜事给你儿子冲喜？不是我夫人的主意，是我的主意。谢灵，你是不是在报复我？那你冲我来啊！你别对我的女儿下手！你让我女儿这个时候嫁过去，岂不是在葬送她的未来？沈夫人，我从未想过要报复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就是想早点帮阿锦娶媳妇，她现在须得有个贴心之人照顾。我今日上门是提亲，不是退亲。谢灵，你敢在我长女身上打主意试试？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变得这般可怕、自私自利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沈府近日事务繁多，没空招待你。送客。夫人，圣旨，有圣旨，是皇上身边的高公公亲自送来的。那一定是老爷被赦免无罪，我就知道老爷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此劫，定是有奸人陷害老爷。是啊，夫人，您慢点走，咱们快去接旨。夫人，镇国公刚才同您说了什么？哼，妄想娶我沈府嫡当女，让穗穗嫁过去给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冲喜。天哪，镇国公竟然这般自私啊！幸好当年没结亲，武夫出身，粗鄙自私。你大哥现在如何？很好，他已经熬了药，
让孟姨娘喂下去了。那就好，你爹爹应该也快被放回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之子谢玉锦与沈尚书之女沈婉天成家某特赐予成婚之恩，婚期钦定3月初3为婚礼吉日，钦此。3月初3，那不就是明日？沈夫人，接旨吧。夫人，高公公让您接旨啊！臣妇领旨谢恩。恭喜沈夫人，贺喜沈夫人。有劳公公跑这一趟。宋嬷嬷，看赏。好手段，为了给你那半死不活的儿子找个陪葬的，你连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。沈夫人，夫人，镇国公夫人带聘礼来下聘了。开库房，迎镇国公夫人入府下聘。沈夫人，既然圣旨已下，明日的婚嫁事宜，我们两家是否……你去接待镇国公和镇国公夫人，婚嫁礼仪之事就按我们沈府的规矩来办。只要是他不顺心的事情，他定会在背后使计搅黄。阿锦和沈大小姐的婚事，真的能顺利吗？请前往偏院议事吧。偏院？我堂堂国公，带着圣旨上门商议赐婚，竟被他如打发下人般赶去招待猎客的偏院。岁岁，明日迎亲前，绝不能踏出这南香阁半步。娘，不想我嫁入谢家。前世可不是这样，前世为了帮沈莲抢夺太子妃之位，金妙仪就是在这间房里亲手把加了料的酒递到我嘴边，把我迷晕塞进了谢家的花轿。没想到风水轮流转，同样的换亲毒计，这辈子您又要再演一次了。只不过这次被换掉的成了您的亲生女儿。太子如今只是鬼迷心窍，不知你的好，等他有朝一日发现妹妹脸上的胎记，定会后悔。你若想当太子妃，谢家这个火坑你就绝不能跳。可是赐婚的正旨已下，沈家明日必须嫁出一个女儿，莲儿嫁过去，给那活死人般的谢家长子冲喜，最适合不过了。沈莲那个灾星命硬，克得我沈家气运衰败。既然非要嫁，那就把她送到镇国公府。要去克，就让她去克死谢家。可太子殿下若是发现是二妹妹替嫁过去，定要大发雷霆吧？不会的，女子面容破相，按律不得入宫选秀为妃。等莲儿嫁入谢家成了定局，我自会找机会将莲儿脸上有胎记的事透给太子。太子是个聪明人，怎会不懂得权衡利弊？岁岁，你明白了吗？女儿明白了。金妙仪，你大概永远也猜不到，这场看似绝境的赐婚，本就是我和谢玉锦亲手谋来的。上辈子错嫁成婚，谢玉锦待我不薄，镇国公夫妇把我当成亲女儿一样宠爱，弥补了我在沈府受到的委屈与伤害。你留在房里哪儿也别去，旁的事情母亲自会替你安排妥当。谢灵啊谢灵，你不是想替你儿子求娶我金美依的女儿吗？好，那我就把我的亲生女儿送过去。至于岁岁，你那短命的儿子根本不配。夫人，人都打发走了，您要不要看看谢家下的聘礼？镇国公府的底子果然厚得惊人。周氏那个商户女虽上不得台面，赚银子倒是一把好手。这聘礼的价值，怕是连皇室都未比得上。只可惜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，不配娶我的福星岁岁。看来谢家是真心诚意想娶大小姐过门啊。那又如何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沈家的嫡长女有那么容易娶？更何况他儿子都那样了，这点补偿算得了什么？那夫人打算如何分配大小姐的嫁妆？把聘礼里面的珠宝首饰、金银，还有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，全都划到
二小姐的名下。二小姐的名下，夫人是想把谢家送来的聘礼划到二小姐的嫁妆里，将来带入东宫？不，你错了，我根本没打算让大小姐嫁进谢府。夫人是想让二小姐替大小姐嫁入谢房。岁岁知书达理，容貌出众，她才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。太子眼下只是不知实情，才错把莲儿当成明珠。等莲儿替嫁入谢家成了死局，我自会找机会让太子看到莲儿脸上的那块丑陋胎记。等他亲眼看过，就绝不会再想要莲儿做他的太子妃了。嬷嬷，你必须帮我！自从莲儿回府，咱们家频频出事，老夫人昏迷，老大重伤，老二断腿，老爷还在狱中。你再看看莲儿今日在门外那副蠢笨的做派，她若真嫁入东宫，只会把整个沈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绝不能眼睁看着她毁了我的夫君和儿子。夫人，这等违抗圣旨的死罪，您绝不能亲自动手。等谢家发现新娘被换，您就只当毫不知情，后面的事全包在老奴身上。若是有老奴这个恶奴暗中调包新娘，皇上好歹还有个台阶上，大不了就是处死老奴罢了。这事儿，夫人必须干干净净。宋嬷嬷，我怎能让你替我？夫人，既然主意已定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眼下可不是咱们掉眼泪的时候了。明日谢家就要来迎亲，这偷天换日的事儿，还有千头万绪的细节等着咱们去布置，出不了半点差差。这做戏要做全套，这第一桩便是这嫁妆，夫人究竟打算如何分配？莲儿不懂算账，便在金银上多补偿她。岁岁懂得掌家经营，就把谢家送来的铺子地契全都划到岁岁名下，再从我的嫁妆里划出一大半金银首饰，还有母亲留给我的金莲簪花，也添给莲儿。莲儿总归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这方面我绝不亏待她。你去和莲儿说，让她把身边的宫女太监都使唤到前院去帮忙布置彩绸。娘，你不是说咱家拿不出银两补偿外面的暴民吗？我看谢家送来的聘礼箱子里有好多金银，咱们随便抠出一点就够补偿啦。这样既不会被人弹劾爹爹贪腐，又能挽回我的面子，还能为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造势呢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蠢货，简直是愚不可及。二小姐说了这么多，先喝口茶润润嗓子吧。哦，谢谢嬷嬷。莲儿，咱家真的折腾不起了。你要行善，日后就去了镇国公府，随你折腾。以谢家提亲的态度，镇国公这个人总会看在娘和他曾经的情分，好好待你这个儿媳妇的。夫人，外头铺子都关了，伙计全回府帮忙，一夜足够布置出来了。夫君，你看这宅子多喜气，我相信冲喜定能给阿锦带来好兆头。走，我们进去告诉阿锦，明日就是她成亲的大喜日子。阿锦，是娘和你爹近日去沈家提亲了，明日你就要和沈家大小姐成亲了。夫君，你从沈府出来便一直眉头紧锁，你不高兴？我自然替儿子高兴，我只是觉得，国公爷、夫人，方才沈府的管事过来说，明日成亲，新郎不来接亲，那拜堂的环节也就省了。沈府还说，新娘子不下轿，花轿直接抬进小公爷的院子里。罢了，到底是冲喜，沈家提些别的要求也无可厚非，就按沈家的要求办吧。夫君，你方才想说什么？夫人有所不知，今日在沈府，我察觉到那沈夫人看我的眼神简直厌恶至极。她其实是想让我们谢家退亲。什么？那这样强行赐婚，岂不是要结成怨殴？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明日的婚礼定会出事。别瞎想了，圣旨已下，难道他沈家还敢抗旨不成？贝玛，我要去一趟沈府。以京妙仪的歹毒手段，
他是绝不会让叶宁顺利嫁过来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脸都吓白了。何止，魂儿都差点吓没了。真不敢想，有朝一日太子若是发现身旁躺着这么个夜叉鬼，会不会直接疯掉？阿锦，我能在怀州府护住你，就不会在这里把你弄丢了。这场婚礼是你所谋，也是我所求。明日，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入你的绸帐，做你的女人。你知道我爹娘方才在我床边说什么吗？他们怕你我结成怨婆。可我觉得我们不会变成一对怨婆，能入你眼的，那一定是两情相悦的感情。不只是两情相悦，更是天成家宝，两世情缘。这不是和我娘求的签文一模一样？普化寺也有你的人，你在我娘的签文上动了手脚。那签筒里所有的签都被我换成了上上签，不管掉出哪一根，咱们俩都只能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那就别忍了。哇，大姐姐的嫁妆箱子简直像流水一样，好多啊！靖宇，我大姐姐已经嫁出去了吗？回二小姐，天还没亮，大小姐就出门了。夫人可是准备了10里红妆，您瞧见的不过是尾巴，前头大半早抬进镇国公府了。夫人可是掏空了大半提里钱，才凑出这排场。只不过她以为花轿里坐着的是你这个蠢话吧？既然我大姐姐的排场这么大，那我将来可是要当太子妃的，那我岂不是得比她的嫁妆多2倍？二小姐，您的未婚夫可是太子殿下，镇国公府都要对太子自称臣。等您出嫁那日，夫人自是要按皇室的最高标准来为您准备嫁妆的。走，我倒要亲自去前面看看大姐姐的嫁妆到底有多厚。终于送走了沈莲这个扫把星。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沈莲在这里，那花轿里坐着的是谁？我的岁岁，我的岁岁被抬进谢家了。我的脸明明已经遮住了，没有那么吓人了吧？国公爷，夫人，小公爷醒了，这么灵验。是，属下告诉小公爷，今日是他和沈大姐成亲的日子。小公爷听完死活要下床接亲，太医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小公爷呀，您如今的身子哪里受得住这繁复的礼节？您虽醒了，可万万不宜多动，以免人生3大喜事：久旱、逢甘露、金榜题名时、洞房花烛夜。今日是我的喜事，就您现在这副快断气的身子骨，还惦记着洞房花烛夜。报，新娘来了！接新娘，过门！告诉送亲队伍，小公爷已然苏醒，要与新娘拜堂。停轿！怎么回事？说好了花轿直接抬进去的，你们为何拦在门前？国公府临时有喜，咱们小公爷醒了。夫人说了，新郎要亲自出府接新娘下轿，按传统礼仪行拜堂礼。您稍等片刻，小公爷马上就出来了。谢玉锦怎么会突然醒来？不是说她快死了吗？二小姐吃了药，此刻还在里面昏睡着，像个死人。若是下轿拜堂，岂不是当场穿帮了？说好了花轿直接入府，你们却出尔反尔，是不是想给我们沈家姑娘一个下马威？既然不给入门，那我们今日就把新娘原路抬回去，起轿回府。出嫁女不走回头路，新娘过门时辰到，新郎出府接新娘。小公爷，快踢轿门吧！
小姐，花轿里是大小姐，那我刚才亲手送进去的是夫人掏空兜底，准备给二小姐留着的嫁妆啊！全塞进去了，连那朵百金的金莲簪花也抬进去了。现在新娘变成了大小姐，那夫人之前划给大小姐的那些铺子地契，岂不是说明大小姐一个人全走了2份嫁妆？天哪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不是跟我保证万无一失吗？现在为什么是大小姐嫁到了镇国公府？夫人，奴婢昨夜死守在门外，院内绝无旁人，真的是万无一失啊！除非什么？奴婢死盯着房门，大小姐和二小姐昨夜就住隔壁，除非是大小姐自愿换的，否则奴婢想不通新娘为何会变。沈家只有我的几个心腹知道换亲的计划，剩下的就只有沈婉。她为何偏要放弃太子妃的尊荣，去嫁给那个不知能活几日的将死之人？夫人，那些嫁妆全都是按着二小的份例抬进去的，您还把那么多铺子地契划到了大小姐名下，现在大小姐一个人算计走了2份嫁妆啊！沈婉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枉我平日里那般疼她宠她，她竟敢窝藏祸心，算计莲儿的嫁妆，算计我！这眼皮子浅的蠢货，胃不熟的白眼狼，终究不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种，村妇之女，愚蠢至极，愚蠢至极！夫人息怒啊，你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夫人，那谢小公爷本就是个半死的人，还不知能活几日，等他一死，夫人大可以把大小姐连同那些嫁妆一并接回沈家。我们本也没打算让二小姐长留谢家，想要弄回嫁妆还不容易，早点送谢小公爷去见阎王，到时候大小姐成了寡妇，还不是任凭夫人您拿捏？那你早些回镇国公府吧，这一次别再让我失望了。是，奴婢定会好好服侍大小姐，早日把大小姐送回沈家。太医可千叮咛万嘱咐了，小公爷身子虚，若强行圆房，怕是会当场暴毙。夫人有令，里面若有非分之响动，哪怕是撞门，也得把小公爷给拦下来。对，守住了。夫人，你当初谋算这场婚姻的时候，有没有算过，为夫究竟何时才能真正的抱得美人归？洞房花烛夜，谁说只能入洞房，不能干别的事呢？你要不要看看我那位好养母为二妹妹准备的嫁妆清单？价值万两的金莲簪花，这大半都是当年我爹赔给沈夫人的提子钱，如今全成了你的了。这顶替的嫁妆确实丰厚，不知沈家还给你备了什么？12间旺铺，2处田庄，还有地皮契书，昨日已盖章，现在都在我名下。阿宁，你累吗？我不累，我在花轿上睡了一会儿。我是说，你若是累了，就靠在我怀里休息一会儿，你不必如此坚强。那我若说累了，就只想好好哭一场呢。以后我在。我曾经找过你，你知道吗？何时？6年前，松梅花绽放的季节，我去过黑水河，碰巧遇到了一个小傻子。我11岁那年，确实随我爹去过怀州府，也去过黑水河。我记得，当时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，是你拿走的。我当时看到你拔掉了黑天鹅的毛，还故意戏弄它们，然后就被一群黑天鹅满河汤的追赶。我那时候就觉得，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小孩？你当着黑天鹅的面杀它，同时还要吃掉它，他们不追你才怪。等我跑上岸的时候，发现衣服不见了，原来就是你干的。你可知我当时是何种心情？我当时便发誓，若是抓住那偷衣贼，
定也要扒了他的衣服绑在树上，狠狠打一顿。现在抓到了，我怎么舍得打你？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。小公爷，少夫人，使不得呀！今日成不了事儿，咱们养好了身子，来日方长啊！两位管事，今夜是大喜事，就让两个年轻人尽献印吧。罗太医再三叮嘱过，小公爷绝不能行房，否则喜片变丧事，谁担待得起？就是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两位出去打听打听，我们家大小姐是学什么的？她可是李仙医的得意弟子。小公爷能从海里捞回来，大公子的毒能控住，靠的不都是我们大小姐？大小姐身为神医，能不清楚自己夫君的身子？她总不会在新婚夜害死自己的相公吧？小公爷血气方刚，你们此刻去拍门，万一惊了新郎的兴致，真出了什么岔子，少夫人怕是要怪罪在你们头上了。若小公爷真能闯过这关，那少夫人就是谢府的福星了。什么天定福星？那罗太医早说了，刑房会毒发暴毙。我看你们镇国公府明日就得挂白帆办丧事。不成，里面没动静了，我得去找夫人，万一出事可就完了。去吧，等镇国公夫人赶来，黄花菜都凉透了。儿子。是我娘来了。定是门外的婆子跑去通报了，快起来。婉婉啊，你饿了吗？娘，进来吧。今日若不把话说清楚，我的亲娘怕是要成为我洞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婉婉啊，今日折腾了一日，饿了吧？娘亲自去厨房给你们熬了银耳羹，快喝一碗补补。娘，您见过谁家洞房花烛夜，做亲娘的特意跑过来送汤的？娘这不是……我知道，娘是担心我的身子。娘是怕我享受不了闺房之乐，如罗太医所言，毒发暴毙而亡。阿锦，你说话不喘了？你的身子……我从来都没有中毒。你没中毒？有人告诉我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我谢家荣宠百年，功高盖主。若不想如当年的姜木君惨死，我就必须避世。所以我借着怀州府剿匪的局，让自己身中中毒，彻底断了留任皇城司的可能。娘，这些日子害您担惊受怕了，我其实一直清醒，是我骗了您。阿锦说的那个人，那个点醒他避世的人，是婉婉，害婆母担心了。你们两个，那这场婚宴也是你们谋算来的？是，黄大狗闹事是我派人做的局。娘，我喜欢沈两情相悦，我不想夜长梦多，便索性做局，早日将她娶过门。娘这就出去打发那俩婆子，今夜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银耳羹我带回去给你爹喝。鬼啊！有鬼！娘，是我呀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披头散发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？娘，我梦见我爹了。什么？我梦见爹爹在皇城寺被人活活打死了，然后我就梦见娘为了爹爹去殉情，一头撞死在爹的棺材前，最后我又没爹没娘了。莲儿被吓醒了，所以特意跑来看看，娘死了没？我到底生了个什么晦气玩意儿？夫人，
皇城司的人传话来了，让夫人去接家主。娘，梦境成真了，皇城司让娘去给爹收尸啊！我没爹了，娘你怎么也死了？沈大人，虽说王德全认下了所有罪责，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这一次剿匪重创我大商国库与兵力，你沈家虽出了一笔抚恤金，担下些责任，却也免不了刑罚。此事说到底是微臣有监管不力之罪，这20把是微臣应得的。本王送沈大人离开这里。不过，沈大人虽然暂时可以离开皇城司，可后续若还有其他端倪问题，免不了要再召回沈大人仔细调查一番，望沈大人理解。这是自然，微臣定当全力配合晋王殿下调查。你刚说完重刑，需不需要本王派人用担架将沈大人抬出去？不过本王已经通知了沈府，让人来接你了。有劳王爷费心了，微臣能自己走出去。好。原来是沈家二小姐，大半夜的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臣女参见殿下。沈二小姐，你这么晚到皇城司来，这口棺材是何意？晋王殿下有所不知，臣女的母亲听闻臣女的父亲被刑罚处死，已然一病不起。臣女的兄长们病的病，伤的伤，长姐又刚好在今日出嫁，府中已无人掌管。臣女实在不忍父亲暴尸荒野，特意连夜去义庄买了一口棺材，来替我爹收尸。沈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莲儿，我爹诈尸了！殿下，我爹在你身后诈尸了！你快放火把他烧死啊！他会变成僵尸咬人的！老子没被皇城司打死，今晚也要被你这个逆女活活气死！沈二小姐，本王觉得这是一个误会。你父亲，他还没有死。没死，我爹真的没死。是，他暂时可以先回家了。不过沈大人身上受了些鞭伤，回去后让人好生处理一下伤口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原来是这样，臣女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今夜入睡时，竟梦见我父亲死在了皇城司，我还梦见我母亲因爹爹去世闯关而死。莲儿实在不想失去双亲，爹爹还活着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别过来，我背上全是伤，你不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爹爹，女儿来接你回家了。主子，少夫人，皇城司刚传出的消息，沈正一被放出来了，谁去顶的罪？是那王德全顶下了所有罪名，沈正一受了20鞭，罚俸1年，出一笔抚恤金便出狱了。只是出狱时闹了点乌龙，沈二小姐大半夜抬着一口黑棺材，亲自跑去皇城司门口给沈正一收尸。退下吧，你那养父可真是只老狐狸，几次官场争斗都没把他拉下来。他怕是在回上京城时就已经设想好了种种退路。沈清是死士，出事背锅倒也正常，可那王德全为何肯替他担杀头大罪？王德全有个长姐名叫王雨娇，两人自小相依为命。沈正一必定是拿着长姐做了私下交易，王德全才肯赴死。你可知沈莲脸上那块巨大的胎记是怎么来的？莫非与这王雨娇有关？真聪明。王雨娇早年入沈府做管事，因容貌出众，
被沈正义招入书斋。日子久了，他便爬上了主君的床。彼时金妙仪刚怀上沈莲，她根本不知自己的日常吃食里早已被王宇浇下了阴毒的药，胎毒太深，最终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。这也是为何沈莲如今看着总比常人少了一把火，学东西也慢半拍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沈二小姐行事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。你觉得沈莲顶着那样一张脸，还能顺利嫁入东宫吗？万一太子……她一定要顺顺利利地嫁入东宫。少夫人，该起身给国公爷和夫人敬茶了。退下，这里我来伺候。沈夫人，奴婢昨夜偷偷打探等了，国姑夫人为您准备的回门礼足足有188箱，里面全是珍贵的药材、江南锦缎、燕窝补品和金银珠饰。奴婢替您谋算好了，正好借着回门礼箱子多，把二小姐的嫁妆全塞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送回沈家。什么送回沈家？宋嬷嬷，这可是夫人当年送给少夫人的9岁生辰礼，您怎能这般不小心？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们方才一直坐在这儿守着少夫人呢，您自个儿心思太重，没瞧见罢了。沈家的下人可真是了不得了，竟叫少夫人把抬入镇国公府的嫁妆一粒偷偷抬回去，好生野蛮的礼数啊！不是这样的。是吗？我方才听错了吗？你不是叫少夫人把嫁妆在回门当日送回？孙嬷嬷，确实是你听错了。我母亲乃是世家出身。是，少夫人说的是，我家夫人最看重礼仪。花荣，赏。谢少夫人。少夫人说的话，奴婢自然相信。少夫人这头发还未梳完，不如就让奴婢帮您吧。奴婢先前就在国公夫人跟前伺候，夫人的头发都是奴婢做的。那就有劳刘妈妈了。罗太医，谢小公爷怎么了？少夫人莫慌，小公爷身子太虚，一时呛着了，无甚大碍。小公爷刚醒，绝不能吃任物，只能先为留食养胃。罗太医，这些日子听说是你在府上全权负责医治，是你救了我一条命。下官乃是太医，皇上与太子殿下皆十分忧小公爷的身体，下官自当尽全力挽救。只是小公爷体内毒瘴太过严重，伤了根本，怕是这辈子都不能习武运功了。您可切记啊！少夫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国公爷和夫人在大厅等您敬茶，夫人还有要事要交代给您。我没事，你先去看看娘有什么要交代的。好。婉儿，这是咱们先前答应你家人的。今日你过了门，这镇国公府的掌家权，所有铺面的经营权便全交由你打理。往后你就是这府里的女主人。婉儿啊，为父今日五更天下朝，竟发现沈府大门前的红灯笼全换成了白灯笼。哎呀，也不知沈家是哪位长辈没了。沈家若是真死了人，早就来报丧了。那白灯笼定是那蠢货沈莲连夜挂上去的。婉儿，不必等3朝回门了，娘备好了回门礼，你赶紧回沈家看看。多谢婆母关怀，那儿媳便先回沈家一趟。少夫人，那188箱丰厚的回门礼，奴才已经全数准备妥当，随时可……不用那些，按照我这张单子去备。原本的红漆木箱子不变，把里面的东西全给我替换出来。少夫人，这回门礼全是些最不值钱的吃食，这如何拿得出手啊？就照这个办，箱子外面封死，里面装粗茶淡饭。此事无需向国公夫人回禀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奴才立刻去办。
等等，给少夫人过目，拿去烧了，销毁的干净些。我方才看到罗太医从角门溜了，想来你昏睡一月突然苏醒，已经惊动了东宫。一会儿我要回一趟申家，在此之前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罗太医是太子派来监视你用药的人，他在药里放了慢性剧毒，专克身中毒瘴的人。只是你就算没有中毒，可长期有往服用药物，对身体也会有损伤，哪怕你催吐出来，也会被吸收一小部分。所以罗太医不能留。杀了一个罗太医，东宫还会派陈太医、李太医，治标不治本。若是换我来呢？只要我完完全全取得太子和沈正一的信任，日后你的药交给我来熬，有我盯着你，你便可以不用再喝这些汤药了。只是要让太子完完全全将此事交给我之前，我和你之间的感情是对立的，在人前，特别是沈家人面前，恐怕就要委屈阿锦，配合我演一出貌合神离的大戏了。夫人搭台，为夫岂敢不唱？少夫人，沈家来人了，说是家主昨夜出狱，少夫人今早也醒了，但夫人身子不适，唤您立刻回一趟沈府。正儿出来了没有？沈婉，祖母，你放心，我爹没死。小心啊！至于大姐姐呀，她昨日已嫁入镇国公府，现在已经是谢小公爷的妻子啦。等大姐姐回来，我会告诉她祖母想她了的。快传太医！祖母她抽了，她抽了！快去传梁太医！看祖母好像犯了羊癫疯，我之前在外面听到了一个偏方，专治祖母这种情况。民间说发癫就喂马尿，可以给祖母喂2碗马尿，保证药到病除。祖母喂2碗马尿。够了，莲儿，你祖母不是羊癫疯，是中风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沈婉她可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，你怎么敢自作主张把她嫁给一个快死的病秧子？混账！母亲，是皇上赐婚，让沈婉给谢家长子冲喜。祖母，你不喜欢皇上的赐婚吗？莲儿休得胡言，你祖母绝非此意，你祖母只是没看着你大姐姐出嫁，遗憾罢了。那有什么嘛？回头等我嫁入东宫，排场肯定比大姐姐更大，到时候祖母好好看着，肯定会比大姐姐的更热闹。唉，赐婚圣旨都下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呀？我好想去东宫看看哦。就凭这口无遮拦的蠢物，真的配嫁入东宫吗？老夫人，家主，夫人，大小姐回府了。家主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来啦！娘，我……你竟敢躲开！娘，女儿就在这里，您想打想骂，女儿绝不躲闪，任您出气。可您莫要伤着了自己啊！女儿知道，是女儿辜负了娘的一片心意。你还有脸说？我苦心谋划让你入东宫，不是去嫁那病秧子。好戏开场了。娘，婉儿无论嫁谁，终究是忠孝两难全啊。忠孝两难全，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去换亲，我就能保你入东宫。我不敢，娘，
我恨不得有3头6臂，一个去听母亲的安排，讨得太子殿下的欢心；一个去听父亲的安排，做父亲官途上的助力；还有一个去听太子殿下的嘱咐，做一个绝不嫉妒二妹妹的沈婉。可是沈婉只有一个，加入郑国公府是父亲被抓入皇城司前便已安排，婉儿不敢违背。而母亲为婉儿安排调换新娘的计划时，婉儿的确动摇了。可是什么？我若因此算计来了太子妃之位，将来却要日日与太子殿下两心生厌，那又谈何为沈家带来荣耀？太子殿下心里只有二妹妹，不属于我的，终究不属于我。与其闹得那样难看，拖累整个沈府，不如婉儿顺了父亲的意，嫁入郑国公府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换太子殿下另眼相看。他百般谋算，原来不是为了加害莲儿，而是为了讨好姑。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，嫁给一个将死之人，也不愿让姑为难。他对姑的爱意，竟藏得如此之深。臣妇参见太子殿下。沈婉，到书斋来，姑有话想问你。沈婉，你还算聪明，懂得顺应你母亲的话，你没有好下场。倘若今日被逼着嫁入郑国公府的是莲儿，姑一定会毁了你这张脸。哼，把你像破布一样扔进郑国公府，让你自生自灭。她如今已是谢家的妇人，不会再对莲儿构成威胁。可为何姑看着她这副模样，心里竟如此气闷？太子哥哥，婉儿不敢。不敢最好。莲儿是姑命中注定的太子妃，旁人碰不得，算计不得。你只要安分守己，待在郑国公府，做好你自己的本分，姑日后绝不会亏待你。婉儿知道了。谢玉锦，他现在情况如何？回爹爹，毒瘴已入他的心脉，每日需用汤药维持那一口气。自新婚夜苏醒后，咳了许多血。他一直躺在床榻，什么都要人伺候。那镇国公府内的罗太医是我们的人，你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暗中与他商量。我知道了，太子哥哥。沈婉，姑要你嫁给谢玉姐，不全是为了要谢玉姐的命。有些东西，只有亲近的枕边人才可以靠近。姑知道不喜谢玉姐，可你若想早点回沈家，就必须给姑找到镇国公的罪证。太子殿下同你说的话，你可明白？爹爹，女儿明白了，女儿一定会去做的。若是女儿拿到了对爹爹和太子哥哥有用的东西，女儿就可以回沈家了吗？你已是谢家妇，若真搬到了镇国公府，沈家为求子报，定会立刻曝光你非沈家血脉的身份。沈家怎会留一个罪臣之妇？可以。谢玉姐来沈家了。你方才不是说她一直躺在床榻需要人伺候吗？她怎的突然能下地，甚至还亲自跑来沈家接你？太子殿下，谢小公爷的药根本不是我负责的呀，而且罗太医不许旁人插手小公爷的药。我出门时瞧他确实行动不便，婉儿也不知他怎会突然就来沈家了。若沈婉没撒谎，难道是罗太医的汤药出了问题？出去看看。谢辞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快坐下吧，不必多礼。岳父大人，贤婿不必多礼。婉儿说你身子不适，这几日一直在榻上讲养。我本想寻个机会去镇国公府探望，没想到你竟亲自来了。贤婿身子感觉如何？岳父宽心，罗太医医术精湛，我服过罗太医的药，胸闷气短也缓解不少。只是在床上躺了整整1月，腿脚发软，如今连拿个杯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可今日是婉儿的回门日，我未能亲自迎娶她，
也是委屈了他。我是死死求着罗太医，才准我来接婉儿的。我真是太慢了，婉儿。做戏做全套，你这般冷眼旁观，如何能骗过谢家人？我已经同爹娘说过，你身子不适，没办法陪我回门，你该回去好好躺着。若出了事，我如何同婆母交代？婉儿，我只是觉得……你别说话了，你已经喘成这样了，莫要吓着了太子殿下和爹爹。往日那些上京城贵女谈起来就面红的谢玉静，如今也有被人嫌弃厌烦的一日。这个人还是被众星捧月的沈家大小姐。我不要的女人，那也是谢玉静得不到的女子。阿慈啊，婉表妹说的没错，父皇可是很担忧你的身子。你若有哪里不舒服，你就同婉表妹说，她如今已是你的妻子。太子殿下说的是。贤婿身子不适，沈婉，你便早些随你夫婿回谢家去吧。那就回吧。那女儿先走了。为了一个谢玉锦，沈家折损惨重，连苦心培养的嫡长都搭进去了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谢玉锦必死，谢家兵权必夺。家主，三公子回来了。太后寿诞日近在眼前，老三赶在这个时候回来，定有消息了。太子殿下，回家主，奴才方才瞧见太子殿下步履匆匆的去找二小姐了，此刻正在对面的九曲亭里呢。罢了，让太子和莲儿好好相处吧，木已成舟。太子殿下，我大姐姐走啦。你方才看到她了？见着了，但莲儿发现大姐姐似乎一点也不喜欢谢小公爷。你看出来了？莲儿瞧着，因大姐姐嫁入镇国公府，我娘心里头不高兴，我祖母也砸了杯子不高兴。大姐姐嫁人后，所有人都不高兴，所以莲儿就瞧出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高兴吗？姑高兴吗？沈婉是姑亲手送进镇国公府的，可看到她方才对谢玉锦那般冷漠，姑心里竟是真的愉悦。莲儿，那你高兴吗？高兴呀！大姐姐嫁了人，就再也不能觊觎我的太子殿下了。再过5日便是皇祖母的生辰，到时你随你娘进宫，这几日你便留在府里好好学规矩，姑在宫里等你。又是学规矩，还要背大姐姐写的诗，那些无趣的东西哪有我唱歌好听？太子殿下，皇上急召您入宫。莲儿，姑先回宫了。好。二小姐，夫人叫您回院子背诗。背诗背诗，又是背诗，烦不烦？方才在外面，难不难受？知道阿宁在沈家演的那出戏是为了我，我便甘之如饴。可是阿宁，单凭今日这出戏，还不足以让太子彻底弄走罗太医，把我全权交给你。你若要在我身上用什么猛药才能让太子信你，你便用，只要留我一口气，让我以后有机会同你长相厮保就行了。莫要说这种话戳我的心，我绝不能再害你。前世正是我让他的身子雪上加霜，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我会想办法把罗太医弄走。况且他儿子废了我二哥的一条腿，他还欠我一笔债。好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，你想怎么打算，我皆配合。镇国公府内眼线众多，咱们得一步步来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护住你的身子，绝不能再让你碰罗太医的药。主子，有密信。是石峰传来的。你看看。哦，沈家又寻得了一幅28宿星君图。假的。我三哥早已带着真迹下了南阳，我至今未收到他的求救信，说明他一路顺累。沈家手里那幅只能是赝品。太后60大寿，沈家献上赝品，
真主遇上赝品，这乐子可就大了。到时莫说哄太后开心，收帝王之心，沈正仪这只老狐狸，怕是要被太后彻底厌弃。怎么了？前世婆母在寿诞上足足送了3大箱夜明珠，不仅彻底暴露了镇国公府富可敌国的财力，更引得皇上忌惮，加速了谢家的灭亡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阿锦，娘这几日必定在筹备太后的寿礼，如今国库亏损，皇上正为此事发愁，国公府绝不可在此时暴露财力。你是说，娘手里那些？走，我们立刻去娘的院子